在视频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目前 iOS 上功能最大的痛点或者说最大的不足是哪一个？可以先走一波弹幕。相信弹幕里现在应该会有左右侧滑返回、通话录音、微信双开、全功能 NFC、息屏显示、状态栏电量、长截屏、后台多任务手动锁定等等。原本大米以为这个 iOS 16或多或少会做其中1到2个，尤其是这个左右侧滑返回手势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吐槽已久。结果 iOS 16发布之后，上面提到的这些功能竟然一个都没有。所以呢，也有不少网友调侃，这今年 iOS 16又升级了个寂寞，又是一次挤牙膏的版本。那么经过10天左右的使用 ，iOS 16除了发布会上提到的这些功能，是不是真的就没啥实用性的功能升级？根据目前 iOS 16的更新，今年 iPhone 14系列又会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点呢？今天我们就来深入体验一下 iOS 16，预测一下 iPhone 14和14 Pro 系列。需要说明的是beta 版本目前依然是存在一些 bug 问题正常主力机用户的话，建议还是等正式版再更新。更新完 iOS 16之后，锁屏界面最直观的变化就是顶部这把小锁变小了许多，解锁之后会迅速消失，而不是之前的开锁状态。因为小组件的加入，锁屏界面的时间字体更大更粗，也可以长按进行编辑字体样式和颜色。通知卡片下沉到了底部，单手操作时呢更加容易点到，听歌切歌时呢也更加方便，而且不容易遮挡壁纸，这点呢可以给好评。平时用 Apple Watch 的用户，对于这一次 iOS 16锁屏界面的变化应该是很熟悉小组件图标和手表完全一致不过目前只有自带 App 适配，比如说可以查看天气、健身情况等等如果后续支付宝、微信适配的扫一扫和付款码，那么实用性呢还能进一步提升。其次是壁纸，手表上部分表盘被移植过来了，不过呢也有些区别，比如说天文壁纸到 iPhone 上就成了大家熟悉的安卓动态壁纸，当然整体的动向呢是比较克制的。在手表上，人像表盘呢必须用人像模式拍摄的照片，但是在手机上，只要壁纸中有相对突出的主体，就会自动识别抠图时间呢会隐藏到后面，呈现一个多层次的效果。系统呢也会根据时间被遮挡的程度，自动判断该不该开启景深效果，但这个边界拿捏的还是有点问题有时候时间都遮挡了一大半了，几乎看不见了，依然不会关闭。iOS 16的锁屏设计更像 Apple Watch， 意味着什么呢？其实细心的小伙伴呢应该都注意到了，历代 Apple Watch 的屏幕进化最终都体现在了 iPhone 身上。比如说初代手表的 Force Touch， 第2年就演变成了 iPhone 6s 上的 3D Touch， 后来手表上首创搭载的这个 LTPO 屏幕，时隔3年，这项技术也被应用到了 iPhone 13 Pro 上。所以下一项会从 Apple Watch 移植到 iPhone 上的东西，应该就是息屏显示了。当然，这里很多小伙伴可能要问了，这 iPhone 13 Pro 不是已经用上了 LTPO 了吗？为啥还不给息屏显示呢？关于这点其实手表上已经给大家答案了。第一款支持息屏显示的手表是 S5， 但是第一款用上 LTPO 屏幕的其实是 S4， 但是因为最低刷新率到不了1赫兹，所以说 S4 呢并没有支持息屏显示功能。iPhone 13 Pro 大概率也是相同的处境。既然 iPhone 的息屏显示拖了这么久如果最终只是一个黑底白字的时间信息显示，那也太尴尬了。毕竟安卓是个 OLED 的屏幕都可以做到，所以大米猜测iPhone 14 Pro 的息屏显示效果应该呢是和 Apple Watch 是一个思路，就是直接把当前锁屏画面改成黑底加静态画面，整体画面的亮度适当降低，图标呢依然会显示彩色可以直接点击小组件操作。最新的消息通知可能会在底部通过黑底白字的效果显示出来，亮屏只需要点击空白区域，或者说直接抬手亮屏，单击电源键。从息屏到亮屏的过渡效果应该呢也和 Apple Watch 类似，会更加无感。所以1赫兹的息屏显示应该呢会成为今年标准版和 Pro 版的又一个差异。说到这里可能很多小伙伴又要问了，去年 iPhone 13标准版没有高刷，那么今年 iPhone 14总该有了吧？大米觉得基本上还是不会有。这点呢可以参考 iPad Air 和 iPad Pro。2017年10.5英寸的 iPad Pro 就用上了120赫兹，而最新的 iPad Air 5连 M1 芯片都给了，但是刷新率照样还是60赫兹。再比如说 MacBook 和 MacBook Pro 的屏幕刷新率差异所以说高刷基本就是现阶段苹果区分标准版和 Pro 版的一个重要功能。另外一点呢，就是 iPhone 13的市场反馈也证明了价格越低，刷新率越高综合这些因素呢 ，iPhone 14标准版不上高刷应该是板上钉钉了。而且根据目前的爆料消息来看呢，核心 SoC 方面，今年标准版和 Pro 版也会进一步拉开差距。比如说，只有 Pro 版会使用最新的 A16 处理器，标准版还是维持 A15。而14标准版最大的升级，估计就是内存全系从4GB 变成6GB。根据我们之前的测试结果来看，iPhone 13 4GB 呢属于将将公有如果说经常拍照拍视频，重度使用，那么杀后台的情况会和6GB 的 Pro 版本拉开明显差距。
所以说从提升角度来说，14相对于13升级幅度呢会比较小。所以就今年来说，购买 iPhone 13 被刺的几率是非常低的。而且目前 iPhone 13的价格也到了非常不错的区间，比如说拼多多百亿补贴暑期大放价，决战加码补贴中 ，iPhone 13官网呢是5999元，百亿补贴只要4899元，立省1100元。A15 超高能效比加轻薄机身，日常游戏体验都挺稳。现在打开拼多多 APP， 搜索神秘数字63083，点击图片跳转进入大米特惠专场，将会有更多数码好物等你去发现。人民币 K5 8加 128GB， 官网呢是2399元，百亿补贴只要2039元，立省360元。天玑8200加 2K 120Hz E4屏幕加5500毫安时电池，是一台很实用的机型。安卓手机还可以参加以旧换新活动，再省上大几百。M1 芯片的 MacBook Air 官网呢是7999元，百亿补贴呢是6698元，立省1301元。M1 强性能低功耗轻薄本不错的选择，同时省下的钱呢还能再买一个索尼 WF-1000X-M4 真无线蓝牙降噪耳机啊，可以说是值上加值了。价格这么便宜，那么品质行不行呢？百亿补贴承诺假一赔十，还有品质险双重保障啊！大米自己就在百亿补贴上买过不少的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还是很稳的。现在打开拼多多 APP， 搜索神秘数字63083，或者说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进入，想要什么搜索就有。感谢大家支持。比较值得一说的，应该还是取消迷你版本之后新增的大屏标准版14 Plus 啊，当然也有可能叫做14 Max。这个信息呢属于是板上钉钉了，因为我们已经提前拿到了可厂的 iPhone 14系列定版样品 ，iPhone 14 Plus 的屏幕尺寸和 iPhone 14 Pro Max 是完全一致的，4300毫安时左右的电池容量，配合 A15 芯片，再加上刷新率只有60Hz，估计呢又是一代续航怪物啊。另外，通过对比呢，也可以发现 iPhone 14 Pro Max 的相机模组相比13 Pro Max 又进一步增大了，所以之前曝光的主摄4800万像素底更大，可信度是很高的。14 Pro 系列除了有120Hz 做差异化啊，这一次顶部的刘海也变成了感叹号挖孔设计，依然支持3D 人脸识别。不过呢，关于这个感叹号挖孔的尺寸，目前网上也是各种版本大小不一。尺寸小一点可能看着还算和谐，但如果这个感叹号尺寸比较大的话，看起来估计还不如刘海来的顺眼。那么问题来了，大家觉得上了感叹号挖孔屏之后 ，iOS 的电量百分比信息能够直接显示出来了吗？关于 A16 部分，工艺制程肯定用的还是台积电4纳米，4纳米相对于5纳米呢，其实并不是换代工艺，类似于台积电7纳米和6纳米啊，都属于小幅增强版本。真正换代的是3纳米啊，但是需要等到 A17 处理器，所以今年 A16 同功耗下的性能增长，更多的还是靠更新处理器的架构这一块。从日常使用角度来说啊 ，A15 已经是很强了，领先安卓2年。A16 呢，更多还是在中低频下赶进能效，带来续航增强。高负载场景下的持续性能表现啊，依然会受到双层主板这个 debuff 的明显影响。比如说残血版 A15 加 iPad mini 6，游戏体验呢明显要比手机端好很多。另外就是这几年 A 系列芯片在 AI 性能部分的提升也是重点。这一次升级 iOS 16之后，很多 A11 机型用户可以发现，不少新功能都是用不了的。官网对于很多功能的备注都是需要 A12以上的设备啊，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芯片的 AI 性能不足。在 iOS 16上呢，又新增了一些基于机器学习的新功能啊。去年 iOS 15中，系统中可以识别出照片中的具体内容和文字信息，方便后期检索。更新后，相册新增了一个抠图功能啊，系统呢会自动识别部分图片中的主体和背景啊，比如说像人像、花朵、楼房，只要主体和背景呢有明显的层次关系，都能抠。长按图片之后，拖到备忘录完成粘贴，也可以点开图像单独保存到相册啊，只要轮廓不是太复杂，抠图的精准度呢是没啥问题的。从锁屏的景深效果到相册的抠图，根本原理呢没啥区别，都是通过 AI 算法对图像进行识别分割，相当于说是把计算摄影中的概念沿用到了后期处理。对于经常需要 P 图的用户来说比较友好啊，相比于第三方软件，速度和精准度呢都要好许多。实况文本也是这一代 iOS 系统升级的主要功能，从相机的预览框到图片里的文字都能够进行本地识别，现在也支持到视频当中了，暂停长按就可以完成对于文字的提取。相机预览框中可以把识别出的数字以及符号进行对应的操作，比如说识别到号码之后可以直接拨打，识别到邮箱可以直接跳转到邮箱 App， 识别到金额可以直接转换成汇率等等。当然，这次 iOS 16中也有一些发布会上没有提到的细节，比如说之前 iOS 中的隐藏照片啊，其实就是把照片放到一个名为隐藏相册的公开组里面，这种做法纯属是掩耳盗铃啊。iOS 16中终于是给隐藏相册和最近删除加了一个面容 ID 验证啊，默认是开启了，不需要的话可以到设置中手动关闭。现在相册中重复的照片也支持整合合并，自带输入法终于是加入了按键震动，横屏打游戏看视频不小心点了锁屏 ，Face ID 呢也可以进行横屏解锁。连接 WiFi 之后可以查看复制 WiFi 密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几个小功能改进反而要比发布会上主要提及的一些改进呢要更加实用些？
目前体验下来 ，iOS 16对于更换壁纸的设置逻辑呢变化是比较大的，设计选项呢也明显要比 iOS 15丰富很多。比如说锁屏状态下，China 就能在多个壁纸方案中进行切换。平时如果需要换换口味、切换壁纸会更加方便。部分壁纸呢也可以手动微调，比如说天文壁纸可以选择地球全貌还是细节，又或者说改成月球。然后配套的桌面壁纸可以选择是否模糊处理，又或者说换成自定义的图片。但需要注意的是，选择自定义桌面壁纸的时候是无法选择系统自带的其他壁纸的。简而言之呢，就是默认的预设壁纸是无法相互混搭的。到了这里啊 ，iOS 16针对国内用户感知比较强的功能也差不多了。那么大家对于今年 iOS 16升级是满意还是失望呢？估计大多数用户的回答肯定还是失望的，因为苹果这一次完全没有期待果粉的期待，呼声很高的功能硬是一个都没有。现阶段来说 ，iOS 的优点依然很突出，流畅跟手、动画稳定、更强的软件生态号召力、很少的系统广告，以及能够充分利用 AI 性能开发的新功能。这些长板确实是领先于安卓阵营的，而 iOS 中落后的地方，比如说返回手势难用、通话录音、小窗模式、长截屏等等功能依然是缺失，通知不支持分类屏蔽等等啊，相比现阶段安卓阵营也是严重落后，可以说是既先进又落后。其实关于 iPhone 的硬件也是这个道理啊，强的地方很强啊，落后的地方呢很落后。比如说 A15 芯片的能效强无敌，领先火龙好几代，带来了更稳定的日常使用体验以及更好的续航。但20瓦超速充电、祖传炫光鬼影、散热堆料这些方面又被安卓阵营反超好几代。所以要说苹果挤牙膏，其实呢也不太准。在长板方面，苹果可以说是挤爆牙膏啊，给你最好的。但暂时还不想升级的地方，是一点点都不愿意挤啊。所以这也造成了 iOS 目前的口碑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最后，大家不妨思考一下一个问题啊：如果这2年高通或者联发科芯片几乎能够赶上苹果的 A 系列，又或者说未来 A 系列芯片的优势不复存在，那么 iPhone 和 iOS 还会在某些方面的功能原地踏步吗？OK， 那么以上就是 iOS 16全面体验以及结合 iOS 16的一些功能，对于今年 iPhone 14和14 Pro 系列做的一些预测分析。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3连支持一波，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